大家好，本期视频将从加缪的荒诞哲学出发，延伸至政治领域，并在荒诞政治的框架内解读卡夫卡的作品《城堡》。荒诞哲学代表人加缪认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人类天生渴望为世界和自身的存在找到意义，找到统一性和清晰的解释。我们不断追问为什么，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或宇宙本身却是沉默的、非理性的和无序的。他对我们的追问不给予任何回答。我们呼喊，他沉默；我们歇斯底里，他沉默；我们发疯，他依然沉默；即便选择自杀，他也依然保持沉默。世界的沉默让偏执追求存在意义、追寻答案的人近乎疯狂，而荒诞便也由此产生。在我看来，荒诞感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法理解的感觉。在政治领域，这种荒诞体现得尤为突出。荒诞政治，特别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其核心特征并非简单的压迫，而是一种将权力逻辑和现实彻底扭曲，使个体陷入无力和非理性状态的系统。卡夫卡在1922年写《城堡》时，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但他以天才般的直觉预言了这类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国家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宣讲着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光明的未来英明的领袖，但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却是资源短缺、言论压制、官僚主义的低效和无处不在的焦虑。官方叙事所承诺的意义与个体所感受到的无意义生活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当一个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断裂时，他便身处政治的荒诞之中。为了维持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政治权力会扭曲语言。战争被称为和平，奴役被称为自由，无知被称为力量。人们被要求接受这些明显违背事实、违背常识、违背良知的说法。庞大而低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无用和有害的官僚体系演变成一台自我运转的机器，其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人服务，而是维持系统本身的运转。规章制度变得比人的生命和尊严更重要。个体在面对这台冰冷的机器时，会感到极度的无力。你找不到任何人来为你的困境负责，你渴望一个理性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但系统只给你非理性的循环往复的程序，而这正是卡夫卡小说中所描绘的荒诞困境。简单来说，城堡讲述了一个名叫 K 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一个由神秘城堡统治的村庄工作，但他用尽一切办法，却始终无法进入城堡，也无法获得官方的承认，最终陷入一个无尽的徒劳的循环之中的故事。根据卡夫卡的好友布罗德的说法，卡夫卡曾构想过一个结局 ，K 在村庄里耗尽了生命，在他临终之时，城堡终于传来消息，虽然 K 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居住在村庄，但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城堡允许他在村庄里生活和工作。这个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和悲剧性。当认可终于到来时， K 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城堡的伟大之处在于其丰富的象征意义。K 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更是为了获得合法性和归属感。他是一个外来者，拼命想被这个封闭的系统所接纳和承认。城堡的认可对他来说，意味着他存在的价值得到了确认。他渴望的不是进入物理上的城堡，而是进入那个被认可的状态。这反映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和对社群归属感的渴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和存在能被某个更高的权威所认可。我们害怕失业，害怕与世界脱轨，并在无意识中将个人成就等同于工作成就收入高低等。接下来，本视频将从5个角度解读城堡体现的荒诞政治，一乌合之众的神圣叙事。城堡这个非人系统并非孤立的与 K 对抗，它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正是那些已经完全内化了系统逻辑的村民。村民们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弥漫在空气中的社会压力场，从各个方面瓦解 K 的人类逻辑。特别是客栈女老板和弗利达，将城堡官员，尤其是克拉姆，描绘成神一样的存在。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传说。村民们对他的描述自相矛盾，没人能确切说出他的样貌。他遗留下的任何物品，如喝剩的啤酒，都被视为圣物。他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权力的化身。女老板描述克拉姆时，那种敬畏和迷恋的态度，直接否定了 K 将克拉姆视为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雇主的逻辑前提。K 的逻辑是，他是我的上级，我要见他谈工作。而村民的逻辑是，他是克拉姆，你怎么敢有见他这种念头？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使得 K 的理性诉求在村民看来成了亵渎神灵的狂妄行为。村民们构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现实滤镜。K 通过自身的理性观察到的混乱、错误、不公，经过这个滤镜的折射，全都变成了城堡的秩序，深以公正。这使得 K 的逻辑判断失去了社会认同，他被孤立为一个无法理解真正现实的异类。
他的理性反而成了不正常的标志。而官僚体系作为统治工具，而非服务工具，在正常的政治体制中，官僚体系应是执行法律、服务民众的工具，但在荒诞政治中，官僚体系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权力本身的稳定和神秘性，其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混乱、拖延和非理性来消耗反抗者的意志。K 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收到的任命可能是个错误，但城堡又通过电话确认了他。城堡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却又给他派来了助手。整个系统看似在运作，有部门、有信息、有电话，但其运作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更多的问题。这种有组织的混乱是一种高效的统治术，它让个体在寻求逻辑和确定性的过程中精疲力尽，最终只能放弃或屈服。城堡牢牢掌控着信息的解释权，任何来自城堡的消息都是模糊和多义的，信使巴纳巴斯传递的信息永远无法被核实，这使得民众完全依赖官方的解释，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正是集权政治中宣传机器的运作方式。三、法律的任意性与无罪之罪。集权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法治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以法统治，即法律成为当权者随心所欲的工具。法律不再是公正的准绳，而是惩罚和控制的手段。在城堡的世界里，没有成文的法律，一切都依据传统惯例以及官员们捉摸不定的意志。当 K 试图寻求法律依据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处境是不确定的。巴纳巴斯一家的遭遇是全书中最具政治恐怖色彩的部分。妹妹阿玛利亚仅仅因为拒绝了官员索尔蒂尼带有侮辱性的召唤，整个家族就瞬间沦为村庄的贱民，被社会彻底抛弃。他们的罪是什么？没有法律条文规定他们有罪，但他们触犯了权力的潜规则，权力的意志就是法律。阿玛利亚的拒绝是对权力绝对性的挑战，因此必须受到严厉的非正式的惩罚。这揭示了集权体制下无罪之罪的恐怖现实。你可能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甚至一种沉默的态度而被认定为敌人。四、全方位的监视与私欲的彻底消亡。集权政治致力于消除公欲与私欲的界限，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个体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全方位控制。城堡派给 K 的两个助手亚瑟和耶利米是国家监视机器的绝佳隐喻，他们不是来帮忙工作的，而是来监视 K 的一举一动。他们侵入 K 的卧室，偷听他的谈话，使 K 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旨在摧毁个体的独立意志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比官方监视更可怕的是民众的自我规训。村民们不仅自己盲目服从城堡，还主动排斥和监视像 K 这样的异类。他们对 K 的提问感到恐惧和反感，认为他破坏了村庄的秩序。这种内在化的压迫，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自我运行的监狱，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5K 的斗争，理性个体在非理性系统中的必然失败。K 代表了启蒙精神下的现代个体，他相信理性、逻辑、权利和契约精神，他认为自己被聘用就应该有相应的工作和权利，他试图通过沟通谈判、讲道理来解决问题。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像是用拳头打在棉花上，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对手，而是一个完全排斥理性的自我循环的权力系统。K 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反抗，他要求透明，要求问责，要求承认他的个体权利。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一个荒诞的政治系统中，理性本身就是一种颠覆。系统不会与你辩论，它只会用它那套非理性的逻辑将你消解掉。K 越是努力，就越深的陷入这个系统的泥潭，他的抗争行为本身反而被系统吸收，成为证明系统宽宏大量或复杂难解的又一个例子。6、污染语言，使其失效。语言是逻辑的载体，当语言本身变得不可靠时，逻辑就无从谈起。城堡官员和村民的讲话充满了冗长绕圈子、自相矛盾的官样文章。村长对 K 的解释，信使巴纳巴斯姐姐的叙述，都是滔滔不绝，但信息量为零的废话。他们听起来像是在解释，实际上是在混淆。系统从不直接说不，因为它会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终点。相反，他总是说也许等等，需要走程序。例如 ，K 永远也见不到克拉姆，但没人告诉他你永远见不到，而是告诉他现在不行，需要许可。K 可以写信，可以托人代话，但信息就像掉进了黑洞，他得不到有意义的回复。城堡的沟通是单向的指令和无法解读的符号，而不是双向的对话。K 试图用语言进行辩论、澄清和谈判，但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工具已经生锈失效，他无法通过对话与系统建立一个共享的现实，这使他陷入了彻底的交流孤立。他的逻辑论证在系统的噪音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城堡为何不在一开始就直接拒绝 K，
而是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城堡的权力基础，并非建立在暴力或法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绝对正确和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之上。村民们之所以敬畏城堡，是因为他们相信城堡的一切运作都是完美的，有其深意的。如果城堡直接派人告诉 K 对不起，我们搞错了，你不是我们聘请的土地测量员，请你离开，这就等于城堡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行政错误。一个会犯错的系统就不再是完美的神圣的，它会从神坛上走下来，变成一个普通的可能存在漏洞的官僚机构。为了维护自身的绝对权威，系统必须能够将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错误，都解释为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与其承认错误并拒绝 K， 系统选择了更高级的策略，将 K 这个错误纳入系统内部，然后通过无尽的拖延和转化来消化这个错误。村长对 K 的解释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他长篇大论的描述了各种行政上的可能性，暗示 K 的任命可能是一个遥远部门的理论上的任命，虽然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的工作，但这个任命本身在档案中是存在的。这等于说，我们没错，只是情况比较复杂，你暂时无法理解。一个成熟的权力系统最忌讳的就是树立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如果城堡明确的拒绝 K 就成了一个立场清晰的受害者和对抗者，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宣称城堡欺骗了我，从而拥有了反抗的道德制高点。城堡的做法是不拒绝你，反而给你一个模糊的身份，承认你是土地测量员，给你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工作，学校勤杂工，甚至给你派来2个助手。这样一来， K 就从一个外部入侵者变成了系统内部一个地位低下，等待安排的成员。他的身份不再是反抗者，而是求职者或申诉者。他的斗争目标也从推翻不公变成了在系统内获得一个更好的位置，这就等于把他拉进了系统的游戏规则里，让他把所有精力都耗费在无尽的内部流程上，从而消解了他的反抗意志。在城堡精心设计的游戏内， K 无论如何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无功。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更具讽刺意味的原因，城堡的权威恰恰需要 K 这样的人来证明。一个权力体系之所以显得至高无上，正是因为它被无数人渴望和追逐。K 对进入城堡获得承认的执着，他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抗争，都在客观上向村民们反复证明，城堡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价值，多么值得人去奋斗。如果城堡一开始就彻底关上大门， K 可能会失望的离开，但只要城堡留下一丝缝隙，一种可能性，一种也许能成功的希望，他就能将 K 牢牢地拴在村庄里。K 就像那个追逐着胡萝卜的驴子，他的奔跑本身就是对那个悬挂胡萝卜的系统的最大肯定。城堡通过不拒绝 K， 成功的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朝圣者，而他的朝圣之旅本身就是对城堡这座圣殿的最好宣传。总结，卡夫卡的城堡并非一个关于中世纪贵族的故事，而是一面精准预言了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魔镜。他所描绘的荒诞政治，其恐怖之处不在于压迫的残酷，而在于压迫的缺席与无形。它揭示了一种权力系统如何通过自身的非理性逻辑，将个体拖入一场永无止境的消耗战，最终使其自我瓦解。城堡描绘的荒诞政治图景，是一个权力系统通过取消明确的敌人，瓦解清晰的逻辑异化沟通的语言，并以希望为诱饵，最终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控制。它不需要监狱和屠杀，它只需要一座巨大的沉默的永远在运转的官僚机器。K 的悲剧不在于他被镇压，而在于他被处理和浩劫。他作为一个追求理性契约和个人尊严的现代人，闯入了一个规则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权力场域。他的所有抗争就像用拳头击打一团棉花，最终只是在无尽的虚空中耗尽了自己。小说的未完成状态，恰恰是这个政治预言最完美的结局。在这场荒诞的政治博弈中，没有终点，只有过程；没有输赢，只有浩劫。这就是卡夫卡对现代权力最冷峻、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洞察。